欢迎收看极幻电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和 TCG 相关的一切事情。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极幻电波。那这一次呢，我们应该算是50期了，如果算上音频的话。那正好我们也有一个特别专题，因为2016年的4月16号是决斗都市的第一场深圳站的时间嘛，那正好到今天呢，4月16号正好过了10年。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决斗都市的原班人马，我靠，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铁爬和小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别说原班人马了，好像就咱几个吧，还有其他人对呀，就原班人马，就我们3个呀。不是原班人马是就说这种话就显得好像我们班这班挺大的一样。对呀，不就咱几个吗？就是成团。成团就是3人才成团，再少一个人团都不是了。我们也是决斗都市天团了。三人。快自我介绍。这咋介绍呢？我当时还从实习生开始干的呢。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那你介绍你现在，你就说你叫铁爬，完事儿了，过了。现在没啥好介绍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看镜头。这个我可能就更尴尬一点，就现在这种淡淡的镜头恐惧症也出来了。然后大家好，我是小景，可能19年以后打比赛的玩游戏王的人可能都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我19年之后就完全淡坑了。你之前出过镜吗？他有，就是你在台前过吗？有啊，比赛的时候是在那个从17年第一次决斗都市总决赛起，我基本上就坐在那个积分台上。确实啊，对啊，新加坡 YOT 之星，我记得。对，什么东西啊？就是之前有人去新加坡 YOT 说专门要看一个美女积分员。是吧？你展开讲一下，我们直接跳到这一排。新加坡 YOT， 新加坡 YOT， 可以我们对一下，就是为什么10年过去了，我成最后一个知道这种 YOT 之星这种讲法的人？这不是都知道吗？大概吧。都知道吗？我介绍一下背景啊。新加坡 YOT， 我记得好像当时应该是 X 找我说，好像想让大陆的和就是 YOT 有一些联系嘛。你说 KD 去的那一次？对，所以就我们这边就不是那一次，应该是这一次。那一次小景不是不是新加坡之星，是上一场。你新加坡还去了？新加坡那次搞了2场。对，前面一场。前面一场是有一个是不是 Anix 是那个 Akira 吧？反正我记得就是 KD 去了一次，后面我KD 是第二次，KD 是第二次。那复杂。反正你肯定去过一次。我肯定，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嘛，就大概16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参加 YOT。等，16年你在吗？17年，对不起，17年记性我真的是服了。就是那个，你要想我们3个加起来的年纪，可能也比现在很多小选手都得叫个爷爷奶奶了嘛。3个人加起来，然后那个17年的时候，我确实是参加了应那个 Alex 的邀请，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大陆身份的积分员，参加了 YOT 新加坡的那个比赛工作，积分工作。然后那个也算是我们中国大陆出去的第一个官方工作人员吧，应该这样说，是吧？是的。当时居然 TCG 还有积分员这个岗位。对，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吗？现在还有吗？我不知道现在的 YOT 还有没有。现在那要看大陆肯定是早就没有。理论上来说 ，Konami 不是有那个程序了吗？对啊，如果有程序，不是可以直接他们有更新了个 app 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香港能不能用啊。他们终于舍得更新 app 了。对，他游戏王出了个新的 app， 就是官方的，然后终于跟上时代了的，比较自动化吧，就是你看桌号啊什么，打比赛什么的。那不就跟我们之前最开始小程序差不多。当然他自己做的。那也算是技术上的进步。对，然后决斗都市呢，我们聊立项嘛。立项一开始就我在，就大概是名家想弄一个。就是他缺一些内容，然后之前弄的联赛也不太成功，所以当时欧阳就找到我说能不能做点什么，然后就说我想想我能做什么，后面嘛就做了决斗都市这个比赛。那么他的立项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嘛，当时只有 CNC 和凯运杯，逻辑上是这样，然后其他的比赛都是很零散的，比如说可能广东地区它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联赛，然后上海地区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小联赛，其他的就是一些可能暑假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比赛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比赛了，所以导致大家在那个时间点都是暑假的时候会讨论游戏王，其他的时候就退坑，反正那个群就是暑假时候活跃，其他时候那个群都在聊其他的事情。那它其实不太利于你的社区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当时呢，我就思考了，就是联赛这个模式嘛，它是要去串联起这些店家的积极性和玩家的积极性，还有我们主办方怎么样去运营这个比赛。它的难点是在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钱，我觉得当时应该就是1年10万块钱预算啊，刨除我的工资啊，然后就不能花超这个，然后你1年要办32场比赛，你从现在的比赛规模来说，可能10万块钱就办一场吧，大概我不太清楚啊，因为现在的比赛可能只转播的费用，可能它的效果好的一场可能都要40-50万了，那就更不要说场馆的这些问题。所以当初在做这个之前，我是有去找过一些这个行业之前做过比赛的人去问嘛，其实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个东西。逻辑就是当时的冠军就800块钱我记得，或者就是2-3盒卡吧，大概差不多对，然后报名费要120或者几十块钱，大概是这个数，好像几十块钱，对，对，那你从今天的这个比赛运营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不够卷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够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应该福利比这个要稍微好一点，所以就没有人看好这个，因为你拿到冠军，你可能路费都回不了本，所以地位很低。对，然后当时我觉得它的契机还是在于，当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联赛成功的办下来了，那么大家还是想要去证明自己是中国第一的，这种荣誉感我觉得是驱动所有的人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几乎算是唯一的原因了。然后当初设置还是有一些钩子的，我们按照今天的话来说，比如说它的宣发怎么样去推，我也有自己写一些小作文，然后找那个霸王龙起，对吧，去约一些稿。在中国我觉得他画风是介于大木为人和小田健之间的那个画风，然后他特别喜欢游戏王，所以当初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去约了稿嘛，然后还画了拆分，对吧？然后当初的那个垫子本来今天想带来的，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有张错版的，之前那个决斗都市的英文拼错了嘛，那个 national 的那个，反正有2个单词拼错了。那个应该是第2年之前都是拼错了是吗？就那之前这个真的就是好人的一个祖传异能，一定会拼错点什么东西，写错别字，应该错了1年对。然后当初呢就设置了，可能它是以城市为单位巡回嘛，然后就每一个 logo 旁边就会单独去给它做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的镂空。然后最开始呢，这个镂空是巴旺说他来做，然后后面就只做了2期，后面就找不到这个人了就可能他觉得有点太过于复杂了，所以后面每一期的这个建筑都是我去选去镂空嘛，然后你要去把这个比赛排下去之后，然后再去选这个建筑，然后再去然后再印，然后再生产，对吧？所以整个周期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容错性的虽然都是后发的吧，那个都没有实时发过。对，它是先出了图嘛，图要先出，但是你后发也是好像是一个赛季，我记得，也是积累3个月左右，对。但后面好像我们是直接就不是后面就改 logo 呀，对，就直接就改 logo 了，因为那个实在是太麻烦了，第一年那个实在是太麻烦。但是可能第1年对大家比较重要嘛，所以就还是坚持的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了。所以第1年我觉得虽然不是特别正规吧，因为我记得第1场可能是在深圳，鼠狼那个 K3，那个时候鼠狼还是
K3的店长，然后那一场我记得40多个人，其实超预期的，还是摆到那个过道上，所以当时给了大家信心都很足嘛。而且他也不能算第一个直播，第一个直播应该是凯英杯，我记得，当时第3届他们整了那个摇币来，然后后面比赛比较少有直播，但那个时候不是就电竞的直播也很风靡嘛，斗鱼什么的都很火，所以就把这些东西，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全部给它怼上去了，什么直播，然后微博的宣传，这些东西都是之前的比赛可能不怎么看重的东西，但是今天你回想一看，可能它已经全部变成标配了，无论是直播还是互联网的宣发，虽然可能今天也不在微博是主阵地了，它可能是 B 站，对吧？也有可能是什么小红书、抖音什么的，对。然后第一年呢，我记得小景好像是第2年进来的，17年的年初。对啊，你那个时候不是说马上就要总决赛了嘛，然后你就说你要忙疯了，然后就赶紧连夜把我从北京挖了过来。对，你可以讲一下你进决斗都市之前干嘛的呀？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就讲临近的一个工作就好。我其实进决斗都市之前，决斗都市应该算是我第2份全职工作吧。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其实是去的北京。然后北京的话，进的是一个就可能搞画画的人会比较了解，就是米画师。我是在里面做那个画师经纪人的。然后那时候就也陷入一些迷茫期，就因为我跟好人，我们前提是老乡的，就是他。你之前应该是漫展的那个场，他们晓得你是贵州的吗？知道。就是对 CH 就是一个里面供稿。然后他是那个一个漫展场刊的主编，我是漫展的作者，然后我们是这么认识，然后后面就反正就七七八八聊了之后，他就邀请我到那个深圳来加入决斗都市，然后我也是希望找一个相对离家近一点点的1线城市嘛，而且加上我当时其实是那个第1部游戏王的同人女，然后我其实不太了解卡牌，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我吃暗表。OK， 就过来了，理解了。OK，很难理解，很难理解。不是在北京跟深圳这距离？没有，就你北京回老家和深圳回老家不是一个概念级的距离。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也确实你在北方，就你在南方待久了之后，你是南方人的话，你其实在北京的那种气候各方面没有那么适应。北京真的很干。再加上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在那个地方你没有一个落脚点的那种感觉。你不会觉得你是个京爷吗？你让我当个京奶好不好啊？京奶。然后后来就邀请我到了深圳之后，就才发现原来牌老和同人女是天然有弊的，是吧？就不是一个群体，就完全不是一个群体。但来都来了，忽悠都忽悠来了，那就先干呗，是吧？是。然后米画师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对。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可能当然现在可能 AI 出来了，它会有一些影响以外，也不止，就之前就是出台一些政策嘛，然后就是那个打击游戏行业。然后那时候就大批的那种游戏就大 boss 就厂家 boss， 然后同时就影响到了下游的就是那种同人画师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那种趋势，就是游戏上线之前，他会通过约那种同人画师来给他造势。明白。就自费，就公费自来水嘛，你懂的。然后那一批就影响很大，再到后面就 AI 嘛。确实不是很。公费的还叫自来水吗？哎呀，你不管，都是操作。对，你当不了品牌是这样子。那铁爬说一下，进决斗都市之前是在做什么？进决斗都市之前大学生呗，在卡店然后也没工作，在卡店帮忙，然后当时是实习嘛。你不是那个吗？对，实习嘛，实习期我就看那些实习工资都贼低，我就跑外卖去了。跑外卖工资贼高。对，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相对特别离谱的补贴期吧，应该16我不懂啊，我不懂那个算不算补贴期。你也是17年来的吧？18年。18年5月。我不懂啊，算不算补贴很高啊？反正我这种菜逼基本上也能每个月能跑个7、8千吧。而且也比较自由。我后面
后面跑了3-4个月，然后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不上班。然后那个车也是那个站点给配的，不挺舒服嘛？然后边骑车边想康包。是啊，我就在，我是想辛苦了，很自由啊。我在想那个外卖那个时候福利还蛮好的嘞，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深圳这边呢？因为我想说是没啥福利吧？我找你的还是你找我的呀？都忘了。好像当时是孙科要离职吧，然后你就在，你就问嘛，好像问谁，然后我也忘了，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好像不是特别熟的，就只是认识而已。认识还可以吧，对，但我也忘了，好像一个人一个店家告诉我的，就说你在问他要人，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去看看嘛。但是为啥想来的呢？你送外卖这么爽，对啊，来这边工资又低是吧？然后又忙，干干呗。哎，这个其实跟我那时候的那种状态也差不多。不是，反正我觉得实在不行，深圳送外卖应该比贵阳好一点吧。可以的，还是有后路的是吧？送外卖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挺自由的。然后你要赚钱，就是你。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干的还挺爽的，就是你能赚多少，你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且确实就是通过你的这个经验的积累，你确实能送的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工资主要是记门牌号吧。很复杂，那记太多了。什么路线，然后哪里可以逆行，然后哪里交警出现的多，然后红灯哪个地方多少秒，然后呢地下停车场怎么走。这个太复杂，全是门道。铁妈真的是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就是他这种门道。你要看10年前他就在研究这些很细节的事情，对啊，现在跟打比赛差不多，算 EV 是吧？差不多的。然后体能什么的也就这么练上去了。不是体能这个你要接好单，你接那种医院的单，你是一上个进去电梯又不行，上个8楼。对吧？那种肯定不行，你要挑一挑的呀。他平台还会让你选。对呀，我以为它分2个，一开始是专送，专送的话就是不能选，后面我就不跑专送了，然后我就跑那个众包，然后众包呢我就比较开放了，我就一边跑美团一边跑饿了么。然后呢，它还有检测的，因为它检测你带什么要用它的工服嘛，我就穿美团的衣服，戴饿了么的头盔。然后呢，路途中这是什么 bug 吗？它怎么检测？它就是隔一会儿，每天它有那个什么微笑检测嘛，就是你要对着它摄像头，就是张嘴什么什么，然后看你有没有佩戴它的工服。然后它一检测，我就套上饿了么的衣服，然后，反正大概这样。然后因为你的路线比较自由嘛，你在那个骑的路程中，你还能拉一拉客，还能带个人啊，对啊，所以就你带人干嘛呢？就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你懂吗？OK， 就顺风车、顺风地，就带人呀，也太开放了，所以就很自由。然后赚的嘛，你自己又可以控制，是吧？明白。这天生不是职业，我是职业的，你们不要。所以我其实就是我在就接好人这次的那个邀请之前，我是有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3个中间，我是离职之后就单坑嘛，因为我就完全回归到那个单坑什么意思啊？单坑就是单坑就是退坑了。因为我确实更喜欢那种纯剧情的氛围，我不太喜欢那种 PVP 那种同人，百合的也可以呀。OK， 好了，没有这不重要。然后你看好人，他其实在我进绝都之后，他也几乎不打比赛嘛。也不再做什么对战，但是铁娃就是从我认识他起就一直在沉迷比赛。我去复习你们的那个对谈的时候，还在打比赛，我就一直很好奇这种热情是怎么持续这么多年的。但今天一听他，送个外卖都送出这么多名堂来，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说是热情，就是人每天都要拉屎的。你很难说你对拉屎有热情吗？我很难说你是觉得这个打比赛是在拉屎，还是说这个打比赛的必要性每天都很重要？就自然而然就也不会觉得啥，然后可能出一些新的游戏就要了解一下啊，要玩一玩啊，
要打比赛嘛，这比较自然的一个过程。那你会觉得这种会被热情绑架吗？因为像我后续就我入其他的爱好之后，我会比如像说是一定上什么书我都要看，上什么漫画我都要看，但久而久之我会觉得我就被这种形式给绑架了。就是我并不是真的很想看，但他上新了我就要看，我要跟上这个。你是因为好像后面是喜欢跟那群人交流是吧？比如说你会换朋友圈，然后那群朋友圈他可能很喜欢这个动画或者漫画，然后你就被迫的要去看，是这意思吗？不，我其实并不交流。你虽然我喜欢把我的感想发出来，但是我的爱好就是我看完了我发出来就结束了。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给我那个回馈我都不重要的。但是我会，如果这个事情久了之后，我会觉得好像是一种所谓的爱好在绑架我自己的一个自由。但是我觉得，就你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这种状态吗？好像没有哎，我都理解不了你在说啥。你理解了吗？我能理解你在说啥，但是我讲明白了吗？对，我觉得这个点是在于你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想一天睡20个小时，那也可以，对吧？只要他睡得着，他觉得他4个小时能把自己的事情干完。那有的人可能倒过来，他一天只睡4个小时，他觉得多睡1分钟都是在浪费生命。你看，这就已经是明显的两类人了。我觉得铁拔是属于那种，他就是想去打 PVP，他只是在换不同的方式去在享受这个 PVP 的状态。我觉得时间确实是时间比较重要一点。就比如说我让我好多朋友他们，现在一般比赛是晚上打，就是周中晚上。然后呢，我就下班就去呗。那周中晚上我不就下班去嘛？然后我很多朋友就说那个工作一天就不想去，觉得很累。我就觉得还好。我说那你去打比赛休息休息不挺好吗？对，他们就理解不了。就铁爬会觉得 PVP 是在休息嘛。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就是比如说像我可能休息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什么爬塔呀、大巴扎，就类似于这种。你就不会在就其实跟那种跟人机打 DOTA 打麻将是一样，这个叫做弱竞技型的用户，就是他有一定性的竞技性的要求。就比如说铁爬是强竞性型的，他就必须要跟一个真人，或者必须是一个有交互的跟人的 PVP 去打，他不想人机，是吧？我就会弱一点。但像你的话，可能就是纯剧情单机。对，就是不想 PVP 的，就是纯 PVE 选手，对吧？那肯定是3个习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负担，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休息的一个方式，对过程。我不会觉得有什么浪费时间或者对自己有什么压力。就所以我理解不了你刚刚那个想法，因为我没有这个感受。那实际上你是这个感觉的话，你之前在决斗都市工作的时候，所以你没看很累呀？你所以还有那种10年后你突然我醒了，没有那种心态。因为我觉得在决斗都市工作呢，你是要也不叫被迫吧，我当时觉得是蛮自然的，就是你要跟很多人去交流。就是无论是店家还是选手，因为实际上他们都是决斗都市的一个部分，就可能只有我们3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组织这么庞大人次的一个比赛嘛。比如说单场64个人，1年32场，然后多的时候有个几百个人的单场的那种，然后有的规格又很高，那肯定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要充分的去听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交流的，然后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候你接到的肯定都是抱怨，哪怕是到今天可能跟店家去聊，前面的可能几次都是垃圾时间，就是他也不会给你讲他真正需要什么。那么先输出。可能有2类嘛，一类就是觉得你很厉害，讲什么都说厉害羡慕那一轮，对吧？这个就羡慕党。然后有钱羡慕，可能他也不是真的羡慕，但是他会这样去表达。有一部分就是跳上来就喷你，就有的时候他喷你的点，首先可能也不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他是道听途说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自己内心不爽，他被判错了，各种各样吧。就是你要跟他们聊过很久之后，他们才会给你讲真正的那个需求点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是要必须的。那
我忘记后面好像也是你跟店家去聊了。我现在想插个话哈，你当时就这么多你的这种牌老朋友你都不捞，你非要把我捞过来，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不是有一定的心态，就是那种店家喷你喷得太狠了，你需要一个妹子，然后拖出来跟他们交流，然后店家又不好意思对妹子喷的，就是女生喷得太狠，然后就稍微作为一个缓冲带的那种存在。如果从结果上来说，我觉得肯定是这样。但是你说我有没有这么样去想过？其实没有。因为对于我当时来说，我能选的并不多，当时就是这样。所以之前我们两个也认识嘛，然后他刚才没讲完嘛，我们是在那个 CH 认识的，就贵阳的一个漫展，然后我是做那个场刊的一个主编，反正那个场刊内容还是蛮多的，跟那种一个册子的引导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引导的页面很少，可能有最后那本场刊可能有将近100页，引导的页面可能也就5页左右，剩下的其实全部是内容嘛。对，然后当时他就供稿，我忘了是供稿之前我们应该好像不认识。我记得我们认识应该是在12年或者13年那个对，就好像是第1届第2届 CH。 对，所以然后当时我们可能是邮箱供稿或者说怎么样，然后他就投了稿，好像是金阿尼吧，是金阿尼吗？是的。然后那篇稿子被我改了将近7次还是9次，反正就小景是吧，韧性很强。所以当时就是，你觉得韧性很强吗？我还觉得，让主编改我那么多次稿子，有点不好意思。对，起码就是他没放弃嘛。那我当时就留下来了这么样一个印象。然后后面可能那个时候他还在读大学，或者还没读大学，我忘了。读大学。读了，然后后面就是他毕业了之后，正好我也想到，要不要来试一下，至少是一个。然后他可能又对游戏王有一些了解。然后当时真的是被骗了，你们排老真的跟同人女有很沟壑级别的。你骂他就行了，你别而且我不得不说，就是当时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一个，就那时候没有这种行业，我觉得对。其实你说当时的从业人员有多少？其实就是那几个代理加一个威士忌官方没有了，全中国。店家也算从业人员吧？不太一样，就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店家也没有现在那么多。我觉得肯定啊，对啊，我觉得很多店家在那个时候也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单纯的，就他是副业。对，一个是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杂糅很多业态进来，比如桌游吧，比如说他会杂糅进去，就单纯的卡店那个时候很少。然后我说的从业人员是可能，该怎么说？就是做决斗都市的这个候补的人其实很少，你再看几个代理，所以那个时候的代理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个岗位。我记得当时在名家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独特的岗位，就这个岗位之前是没有的。然后我进去之前可能才叫营销或者叫 marketing， 其实做的是这个事情嘛，只不过当时 title 可能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又没有人才储备，第二个没有行业它工资标准就低。就是其实里面都是鱼龙混杂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没那么多人，你很难从外行业薅过人。比如说我那些朋友，他可能已经工作了，他只是一个爱好，喜欢打牌，但是有很多人是看不起这个行业。说实话，因为这个行业赚太少了，一报工资全吓跑了。那起码当时报工资没把你吓跑嘛，对吧？然后也坚持能够做下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选择小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说明就是工资低就活该被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现在的应届生还是要对工资有点要求。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好很多。就踩着我们这种工资低的实习生的那种，肯定是要踩在巨人的肩膀。没办法，老板说话就这样。是当了老板就不一样。所以当时就是也都很尴尬，那只能说是最后大家其实都撑过来了。对吧？你像我觉得小景是18年还是19年撤的，是在贴吧来之19年撤的，疫情之前。然后我还参加了最后一场那个 CNC 吧，那应该是最后一场了吧？对，那对19年7月那。你参加是离职了参加的吗？我记得。对，就离职没多久嘛，然后就参加，还是过来参加了。对，就来帮忙。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积分条了。那时候好像直接就候补，就是要准备。
对，那个时候是双轨制嘛，就是怕那个线上的小程序出问题，所以计分条那个也是每一轮都在 run 的，就会贴那个东西。三轨，还有个线上对证表也会发群里。3轨，一个是小程序，一个是对证表，还有一个是线上的对证表，还有公众号的那些东西。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比赛，反正你一定能够知道自己下一场在哪个地方打。所以现在回看还是有点良心的啊。还是有点什么？还是有点良心的。你在点谁？不好说，不好说。但我觉得当时那场 CNC 也是我们那一段时间那么几年办的人数最多的一场。对，那一场是高潮了，740多。对，很高，反正应该是当时全国因为后面就没有了嘛，后面不是有代理了，再加上有疫情，所以2020年应该有一场那个 AYT 吧，是叫这个 AYT 也差不多是这个人数，但是在上海，好像他们是上限700。对。然后那一次积分员好像也是我吧。就把我给捞过去。对。然后那一次，哇，真的是地狱级别，你都笑了。那次的事情我却不太清楚，因为那个时候生病不是在。我想起来。他也叫我去，然后让我当解说，然后我在楼上都要睡着了，我说怎么还不开下一轮？哇，那一次是因为。这应该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所以说办比赛还有办活动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会出一个你搞不定的岔子。那一次最大的一个 bug 就是打印机租的是喷墨打印机，没墨了。喷墨很慢的，就是你可能慢慢的一给你滋的出来。这个年代还有内打印机啊？对呀，有的。就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最后出岔子是出在打印机上，然后打印机一卡。然后连带着电脑一起崩。为什么要用打印机啊？因为那个时候用 KTS 嘛，就是用那个 Konami 的那个。没有用小程序，我记得。然后那场是全靠可能是贴对证表，贴条贴表。可能是 Konami 强行要求 KTS 吧，应该是这样。那发群里或者发微博不行吗？不懂。好像那一次是什么出于什么什么的原因，还是规定，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可能不能宣传什么的，我不知道。有可能太久了，也确实不记得细节，但是那次就必须全部都是纸质化的那种贴出去。然后那次就是因为那一场好像就我是主积分员嘛，然后还有1到2个是副积分员，但那个当时的状态是完全就是。你认识吗？那2个人不认识？应该也是完全新人，然后是过来帮忙的，就是他们状态是属于帮忙，所以如果我这边停了，他们那边也是动不了的状态。然后就全场选手。裁判几个副积分员就等着我在那个地方把它弄出来，但是我在等着那个打印机给我变出来。哇，那时候真的就是整个人好崩溃，然后你还不能表现的自己很慌张，因为你一旦慌张就特别的对啊，因为那时候就完全卡住了700-800人的数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就我在现场都睡着了。然后那次就真的其实心里慌得要死。那场我们那个也很离谱，我们那个解说间，我们解说间是在它旁边那栋楼的一个包间里面，包房里面，然后呢，好像预计本来是6点要打完嘛，然后到6点的时候不是没打完嘛，还有好像2、3轮吧，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那个他们这个包间要迎客了，你说什么？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他说反正你们先撤走，我不管。然后后面好像是经理给我们找了一个地下室的一个什么茶水间区域吧，我忘了，反正我们扛着机箱加显示器，完一堆线扛出来，然后找到一个什么办公室里面，哇，那个真的是，那个解说太专业了，我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体验可能后面应该不会，应该没有人再体验过这种类似的了。相当之舒服。我觉得也是因为，反正决斗都市之前屁事也很多嘛，也把你们练出来。说实话，说实话就是。其实当时为什么又把小景薅回去，是因为积分条这个东西只有他搞得懂，全大陆。但我想有那么复杂吗？有的。你给大家展开一下积分条有多麻烦，就是他的那个如果出问题了，你要怎么样去改座次？对，因为首先他那个是全英文的。然后就已经避掉了很多不爱英文的爱好者，是比如我。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其实本身的一个。因为也时间过去的比较久了，万一真的说错了，大家理解那什么理解哈。然后就是它是所有每一桌成绩是你积分员手动输入的，所以就首先你要保证你输入的时候是对的，对然后如果你不小心输错了之后，你又在生成之前你没发现这个事情，那你下一 round 就完全就是全部错乱，错乱之后你要往回调，好像就要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步骤，甚至有可能那个系统会直接给你崩掉，崩掉之后你可能你那前面几轮成绩就会那个记录，对，它每一轮都要存，它崩掉之后你每轮就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你要去读那个记录再读回来。对，所以它的一个容错率相对很低。然后所以说我们积分员工作就是你每轮输完之后在生成之前，你就必须你要把所有的条子你再重新过一遍。如果像那种几百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那一百来张除以2吧，一两百张你要全部重新走。我有点多哦。每一轮都有，它那个其实就跟那个会计是一样的，一摞一摞绑好，这一轮的绑好上面贴个条封存在那，那其实都是。这个叫也不能叫证据吧，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着？就它就是存档，对，存档，对，就所以尤其是 Day 一般最难的就 Day 1嘛，Day 1基本上大部分玩家都要打完6轮的，就可能最后5、6轮稍微少一点点，但前面4轮你3到4轮你绝对是很忙的。对，所以积分员你做到那里，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热衷于喜欢比赛，然后又喜欢就是卡牌的玩家，你可能就坐不住，因为你6轮你全程你就只能坐在那个位置上等人穿条。就积分员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职业，就他只能一直在那坐着。然后因为你不在那坐着，你处理不完这些事情，因为有人打得快，你就可以先处理。所以纸质积分的一个好处，其实当时我们不是在弄电子化嘛。就是小程序的那个流程，就有很多纸质的东西的好处就是它有这个留档，就你扯皮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看的，还要签名的。对，就你要签名，就上一轮他比如说他说他报错了，然后你要很快的把这个找出来，因为他会你整理好之后会排序嘛，第几桌，你看他第几桌这么一码，然后就找到那个抽出来看，然后就跟他核对。这个东西是能够当做证据去核对，就电子化的东西，所以后面会加了那么多核验的一些环节嘛。但电子化的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它有可能会按错，或者他没按错，他跟你说按错，你也没办法。对，反正就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当然这个时代也已经来了嘛，就是无纸化的时代，所以大家还是能够去接受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肯定是方便好啊。对。感谢时代，你这个职业都没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么被智能化所失业是这样子。现在可能那个裁判联盟应该也没有积分员那种工作了吧？应该没有了。现在反正大陆肯定没有，但是亚洲区可能也是因为有了那个官方的 app。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用那个。可能我往好的方向去想，可能也是不需要，因为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过对证表。因为理论上来说，你说 YLT 他们每一轮也会发一些对证表，或者说是炫耀自己6轮胜的时候，你说国外的那些很多都是发那个对证表嘛，就在那个前面一个英文名。但是我看到有啊 YLT， 好像看到有。你想一想，可能你看到的是 YCS 吧，就是国外的那些。对，所以这个呢算作是一个历史遗留产物吧，但小景工作肯定也不只是这个，之前不是主业。对，积分员是一个很特殊时期，就是他也能干这个，所以当时把他薅过去，一个是因为他有这个，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他也能够去处理一些应急事情，因为之前 CNC 的700人也过来了，是吧？你说还能有什么应急的事情是没处理过？打应急，对，就真的就是那种就是直到那一次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打印机还分喷墨和激光这种事情。这个呢，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打印机会有喷墨和激光的？理论上，一般激光打印机只打黑白，所以它就只有一个吸骨嘛，那个吸骨是墨粉，所以它打的就很快就呜就出来了。但是喷墨打印机是打彩色的，一般是这样，所以它是有个6色的墨盒或者8色的墨盒在里面。咱们这个对针表要那么鲜艳吗？反正租的肯定不是他，我知道这打印机肯定不是他租的所以你解说那边我记得当初是薅了4个人吧。我师范 TK 跟锤哥。对，锤哥。本来我们4个轮班嘛。对。哎呦，真的是流汗。
2个人一组吧，应该还是。对，然后轮班换嘛，稍微好一点。主要是那个扛机箱真的是。当初我记得好像给Konami去审核，还要求你们交简历嘛，写了洋洋洒洒的，还有审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审，可能怕你们有什么劣迹斑斑吧。回头什么 bot 挂你。交简历主要是也不会交我的业绩了吧？好像是让我写了一些成绩什么的，对，官方赛的、比赛的和解说的，官方赛、非官方赛的那些。反正当初整的蛮正规的，反正还要审核，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审核，也交上去了。主要正规了半天，在那扛机箱。对，体力也有要求嘛。确实。然后我觉得提到决斗都市当然后面我会需要你们补充就是大家肯定绕不过去的坎就菜店。直到上周好像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提到决斗都市的时候都在问蔡师傅，就是提到决斗都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菜店。其实你说到什么就是玩家时候，我也是第一个想到是蔡师傅。你让我现在回想，反正最炸裂的肯定也是菜店，我第一个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蔡师傅嘛，反正也过了10年，我们就给他一个盖棺定论的定位吧。怎么个盖棺定论？我觉得他爱得太深沉了。首先是当时其实主办决斗都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玩家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官方比赛的经验的，所以这种事情它难处理的点是在于，哪种事情来着？就菜店第一次嘛，我记得第一次他是替神志去打，对线上赛那个NW 的线上赛，他自己开了 N 多个马甲，然后他帮神志打到了冠军。当时我们的处理方法就认号不认人嘛，你帮神志打上去的 ID 神志就上了。他跟神志是好哥们来着，神志还想让他，反正当时就是那个爱恨情仇推搡的，就很复杂。这个东西难处理的点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比赛，其实孤立的比赛是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像 CNC 也好，像凯恩杯也好，反正它其实就是孤立比赛，它每一年的事情，下一年基本上也不会再有人记得。但是决斗都市的处理就是你的下一场半个月以后就开始了，大家就会一直盯着你。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很多问题没解决。第一个，直播每一场的稳定性的问题，有的场次就是这老板都急哭出来了当然我也是知道的，就不是他主观故意的不想播或者播不好，就他能力有限，他没有播过这个，或者受到现场的一些网络波动的影响，那就是没直播或者就是信号很差，然后解说等在那个地方就干着急，这是一个嘛。第二个是这个瑞士轮统一的问题。这个是一直到17年小程序出来，这个可以后面讲。之前的瑞士轮是没有统一过的，就瑞士轮那个软件、没有统一过是什么意思？就是瑞士轮它有很多软件，在小程序出来之前，所以是没有统一过的。每个人都在用，每个店家都在用他自己不知道从哪找的一个瑞士轮软件，然后有的又会崩溃，就是崩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它也不会有留底的东西。比如说这比赛打第3轮崩了，然后开始手算瑞士轮，是。哇靠！太猛了！算小分，手算瑞士轮真的无敌了。科大博士现场手算瑞士轮小分，杨奎三角开始了2叉术真的就是，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裁判不统一，判罚不统一，罚则不统一，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广州谁也不服谁，北京也不服，反正谁也不服谁，谁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我们叫村规吧，对吧？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村规是对的，我都在这地方打10几年游戏王了，你跳过来给我讲这个加时赛的逻辑不是这样的，那他接受不了。就那种什么川麻和什么麻的那种。对，那麻将到现在今天中国也没统一，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又是一个联赛，所以在这些东西，因为菜店是16年就出来，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跳出来个菜店其实是很麻烦的。当然，你按照今天大家一个有官方比赛了，然后代理处理的也很成熟了。你要么就装死嘛，要不就可能搞一点通报什么的，都有处理的方法就是看网上言上的到底大不大，可能会去处理，但当时就完全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判定它有问题的。第一次其实很简单嘛，他自己承认了，就是你怎么判定它有问题，最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自己承认了。
第一次好像他发 QQ 空间装逼了，我记得。对对，就是他自己承认了。我刚才心里还在默默想，他为什么要自己承认呢？原来是这样吗？这个很重要，如果他自己不承认是很麻烦的，你就是别人风言风语，对吧？那就好像到了第二次是阿丽那次是吧？阿丽那次是干嘛？阿丽那次不是反正我记得蔡健有3次。有一次是他抱着冠军奖杯回去了，然后好像是录像什么就是蔡健旋转，蔡健旋转，海口站，就是彭回嘛。然后录像，这又来了，就是一个比赛到底能不能因为录像去判定你已经发放出去的奖品，就能不能追溯这个东西？其实按照今天的逻辑来说是不能的，就是你发出去的钱和发出去的奖品是不能追溯，但是荣誉可以追溯。比如说积分是给，然后这个东西又要涉及到后面的名次的递补问题，对吧？如果他是冠军，那亚军往上补，那4强是不是要往上补？那4强往上补，你的积分是不是会全部变？然后你的积分全部变，你怎么样去补发这个积分？它的逻辑是补发你有可能得到的最高积分，这些也是很后面我们在慢慢的官方比赛也好，或者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才知道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知道的。哎，规则真是一条一条写的。蔡店的3次我的印象中啊，第一次是我们弄了一个特别赛，这个特别赛是在线上对打的，是跟 NW 联办的，我记得是，然后有256个人参加，他的冠军也是有资格去参加绝对都市总决赛的。好像不止 NW， 好几个。就是有个是很后面才有其他的。百度贴吧预选，不，第一年是特别多，后面砍了好多个，就是什么贴吧、C 盟、NW 对，一堆，然后每一个预选有一个晋级的名单，然后再继续打嘛。然后蔡店是他开了很多个小号，其中有个小号是用他的朋友的账号，那个账号打到了第1名，叫神智嘛。所以然后他自己说了，这个可能是他打的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蔡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他好像不觉得这个有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嘛，就是你开了马甲去打到一个账号，然后你同时打很多场，因为它是线上的一个比赛，所以你是可以同时打很多场的，你就开三个窗口嘛，然后同时这个是我们明令禁止的，就是不能多开去打，因为但你禁止不了啊。对，但是肯定要有一些措施嘛，比如说，这次蔡店这样打上去，那么我们查出来之后，肯定是不能让他再打。查出来是严惩嘛，因为你一般很难查得出来。对，所以该怎么说呢？这个自己送上了门。对，然后第2次就是在比赛直播中，他做了一个有争议的操作，这个操作我们后面再说。然后他已经拿到了冠军了，已经在酒店躺着睡觉了。那个叫有争议吗？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我对蔡师傅最开始有印象，也好像就因为这个，就是那时候我刚接手公众号，然后就管理的时候，那个评论区就后台一直在提醒蔡店旋转，蔡店旋转，就我当时都吓坏了，我就说我一上岗就要面对这种负面舆情了吗？介绍大明星。然后所以他当时也在酒店躺着，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比赛直播的，我不太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上传还是没上传。应该是上传，因为第2天我记得是第2天，对，大家在群里讨论，说怎么他搞完了手牌少一张。然后再倒回去看，因为是这样的。你来详细的讲这个。它是有当时的那个环境，有一张卡叫彭回舞台旋转，是一张速攻魔法，效果是从卡组里，它只能从卡组里选2张场地魔法，一张放在对面场上，一张放在自己场上。然后呢，他那个卡组是靠场地展开的卡组，就有个场地特别强，反正一般是自己的主要场地。然后为了配合这个彭回，因为等于彭回可以找这个场地嘛，为了配合这个彭回，要下一张特别垃圾的场地。那个垃圾的场地一般是混沌场。混沌场的效果是，它使用必须翻开找一个混沌战士，但是一般你的卡组肯定不是混沌战士，所以你就翻不开。然后呢，彭回的效果是，如果你不翻开，你就不能开场地。等于把你的场地卡了。但是呢，有个风险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混沌场上手了，你的彭回就开不出来了。就等于你的这一张本来是一个能找场地的卡，
完全找不到，然后这张报废了，就等于首先你报废了一张彭回，第二你那张废牌也上手了，等于你的手牌减2。然后当时他就面对了这个情况，他的手牌减2，做了一个大胆的操作。他那个绝对是胆大心细，完全主观故意，完全的主观故意。他是直接他手牌有这张卡，有舞台旋转，有混沌场，然后他开了彭回，然后在翻卡组，就是把卡组拿起来翻的途中，把那个混沌场放在了一边，然后他翻了一遍嘛，掏出了第一张场地，然后把卡组盖回去，盖到那个混沌场的上面。然后再翻一遍，把混沌场翻出来了，然后把混沌场丢给对面，然后他自己开了那个自己的场地，然后就打一套打完。然后打完之后看录像，发现他手牌怎么打完少一张，然后倒回去看，就发现他这个就直播都没看得出来，对，就太细节了。太细节了，胆大心细。关你们现在那么多年还记得这么清楚啊？你因为实在是太出名了。你也确实，这个操作可能后面这个案子吧，我们就叫案子吧，它所以我说处理的一个点，我觉得好人那个还说有争议，我不知道争议在哪儿。不，它的有争议的一个点是如何判定它是不是主观故意。这个还要当时因为你没有在当时你的第一时间，其实大家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我记得当时还是讨论了蛮长一段时间。引出了什么自由新政啊，乱七八糟的这些法学概念嘛。就是你如何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主观故意？就是他可以说是失误的，他可以说是他搞错了。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搞错了，大家觉得他是搞错了，虽然也会去收回他这个东西，但是你的判罚力度是不一样的。逻辑是这么个逻辑嘛。主观故意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主要这个吧，就首先他认识牌，我觉得就是你就很难。但你很难说通过这种逻辑就确定它是主观故意。就是它的复杂点在于，第一个是录像看出来的，对吧？如果当时那肯定没得什么好说的，反正肯定也就扣下了，他就肯定不会是冠军，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情。如果他只是个亚军，其实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反正大家就觉得大仇得报，不管他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你要往后追加，我记得蔡店人可以的是，他好像真的把奖品退了，好像应该是。还发了一篇道歉声明吧。他其实完全可以不退的，他要赖皮一点，就说明他还是在乎这个荣誉感的嘛。他不想当一个赖皮，但是他是不是主观故意？最后应该还是判了主观故意的，我记得，应该是。有没有禁赛我忘了，因为那个时候禁赛也有一个争议点，就在于怎么样去禁一个人。我们是禁这个人的身份证，还是禁他的脸，还是禁他的小程序账号？那个时候可能小程序都没有嘛，小程序我觉得17年。所以他可以完全换个名字再去打比赛，所以当时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家就是想给他上很多手段，因为包括今天其实也是，比如说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对吧？网上有人开始在讲这个事情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观点，他可能并不是真相，因为他没有调查过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你要在菜店的那个方向去调查，你要去跟他进行一些互动，要去问他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但如果他自己承认是主观故意，那就是主观故意，对吧？他要不是，那中间就会有很多拉扯，涉及到取证这些东西。像到后面的裤裆长龙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也查了很久。裤裆长龙是我查，对，哇，那个真是问了得有10几个人，1-2天我觉得也是弄了。不止一两周，有这么长吗？1-2周。我觉得没那么长，就1-2周，1-2周不是早爆炸了？裁判问就是早爆炸的呀。那时候我在吗？我怎么你不在？你们 CNC 我就说，应该是19年的。对，最后一场龙泉嘛。对。然后搞了，就是裁判问了，他对手问了，他隔壁的问了，然后 Annex 也问了，对吧？这已经涉及到亚洲区了，哇靠，搞一圈，然后有些裁判都被我问烦了，因为有一些。比较重复的，可能要问2遍3遍。裁判之间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那么统一，有个人就说他一定是，对吧？有个人说他有可能不是。主要是你还要判定，很模糊现场的那个。你要判定就是，比如说有些裁判，可能他很急于想证明，他也可能是他主观的，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客观的事实嘛。对。所以你真的是。所以比赛里面出现这种事情是最麻烦的。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处理的也都还可以了，比如说像现场就会发一些公告什么的，好像也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决斗都市是处理的最积极的。
再到后面官方比赛里面，很多时候就没有这么积极了。可能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大家讨论讨论就过去了。也是后面才开始慢慢的比较积极的去处理这些问题。主要你不好从结果上来说是不是积极。对，因为有的时候它还涉及到跟裁判之间的扯皮嘛。对。有的人觉得是裁判误判了，这个也很麻烦。或者他觉得裁判搞他嘛。对。所以这些就你该信谁呢？逻辑上来说，你应该是可能是无条件相信裁判，但是这个可能又对选手又特别不公平，因为有的选手那个小作文真的是一写几千字，洋洋洒洒的各种保证，天打被雷劈，一写几大篇。对，我每次我为什么现在还知道这些？因为我的 QQ 经常隔三差五的就是各种小作文一转。我感觉今年特别多，以前也没有。对啊，就是今年各种 QQ 空间什么转发，然后又吃瓜了，然后这又那的。是不是因为就是那种年龄，就是玩家的年龄普遍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所以往下走了。大家还好吧，现在因为小年轻扯皮的还是有一些我认识的人。但小年轻一般不用 QQ 不用吗？我还以为就小年轻现在反而更爱用 QQ， 然后我们这群人就基本上，我反正跟你们见面已经没有在 QQ 上见过了吧？你可以见，其实可以见，可以见的。你甚至还能在决斗都市的群里面跟我们聊天。但确实就今年特别多，不知道为啥。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不太清楚的是现在法则有没有统一，好像似乎是统一了。我觉得决斗都市时期好像是没有统一的，所以遗留下了一些问题。很难统一。我们那时候没统一吗？因为我们在统一的路上，规则是统一的，法则的争议点是在于它要不要公开。其实非公开的应该是早就统一了，就是裁判团队内部肯定是知道怎么样去判罚这个东西的。当初说的是不公开的一个原因，首先是世界上好像就没有公开的，或者说他公开的那个版本过于简陋嘛，就官网上是有个法则的，那个过于简陋，他可能就200-300个字就留了很多主观的空间嘛。对，然后他的争议点是在于游戏王的裁判真的是很难当的，因为你像万智牌的裁判，其实他就是个树状图。我记得当时16-17年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程序叫 MTG Total 嘛，它上面甚至有你的裁判该怎么样去判罚的一个2叉数，就是对方是遗漏式的还是怎么样的啊？你给他一个判断，他是遗漏式的，可能他就会问你这个裁判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遗漏式的还是非遗忘式的？主观的还是什么什么？遗忘的就是可能他有忘记了，就这不是个必要操作嘛。然后你就去点那个遗漏的，他就底下就会接着问你，你的裁判就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去点到最后他就会给你个答案该怎么判罚。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个 SOP 很完整的。对。然后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游戏王你很难去做这个 SOP。对，主要是游戏不一样。就游戏王的裁判经常讲的一句事情就是你要先做完我再告诉你，你不能去提假设性的问题。但这个万智也一样。对，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点嘛，然后还在于有很多，就是当时讨论点是可能公布了完整的罚则会让裁判陷入特别不利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很多选手可能会倒过来用这个去架击你。但是我觉得长久的看来是肯定要公开的，就是看什么时候公开而已。因为我觉得公开了其实是保护裁判，因为你只有公开了之后，其实裁判才会受到监督。本质是这样，不然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箱，就你也不知道，对吧？是这个裁判到底对你的判罚 OK 还是不 OK？ 那蔡师傅第3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第三个只有我还在记得那个第3个是发生啥事情？反正是3进攻了。不是，我不知道算不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件事，因为他的事迹还挺多的。因为这个人确实是。还是太出名了，就是一般的人是这样啊，比如说你已经2次出现这个事情了，那他就肯定不会玩这个游戏了，因为你先不管这2次他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说他有问题，不论我们判他有没有问题，对吧？就是社区其实都认为他是有问题，就社会性死亡，但是他每一次都还是在去参加比赛。就无论决斗都是在哪，反正他都会去，而且是当时的每一次去抽路费。
这一段我觉得也要展开。展开啥？怎么借钱也要展开吗？因为可能有很多人是很想知道他的后续的一些事情。我还是啥后续的事？我记得后续好像我还是跟一些玩家聊过，就他们可能跟菜店之前关系比较好，然后后面可能就慢慢的疏远，然后大概讲的是好像是吃鸡之后，他好像就疯狂的开始吃鸡，就也不打游戏王，但是后面好像又被送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对吧？所以他被送学校是因为吃鸡吗？应该是这个，不知道，就可能觉得他的家庭觉得他是一个网瘾少年还是什么，就真送进去了。主要是他被退学了。他被原来的那个本科大学退学，中山大学。对。哇。然后再到后面呢，他好像到国外去打游戏王比赛，至少是我的朋友圈他是这么样去，我看他的朋友圈是这么样去说的。而且他国外没有，他一开始他还跟我聊过一个故事呢。就他去荷兰读书。那个河南。国外的那个中国的河南，国外的国外的郁金香 ，OK， 郁金香。然后呢，是他们那边本地应该是洲际的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比赛，是一个组队赛。然后他觉得他也了解游戏王嘛，他就想玩一玩，然后跟本地的2个朋友一起研究，一起组队嘛，研究这个环境怎么样，然后反正研究了很久，然后呢。反正到那天，然后就去打比赛，然后呢，打完也确实拿到了名次，拿到了好像冠军。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说奖品是什么？然后他朋友就说不用奖品啊，我们今天是冠军，我们很开心，开心耶。然后他说他就觉得他自己的这个那么久的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了，觉得没啥意思。后面就不打了。就是这样子才彻底退坑。价值观确实不太一样。然后他后面就是当时，欧美那边比较流行一个赛事，线上的，就是8个人，就在一起就能打，50入场，然后呢赢家通吃。就8个人单讨，赢家通吃，他就喜欢打这个。他本身，我觉得他本身还是挺带有那种赌徒心智的，还是有点逐利的。我觉得他也不完全，他真逐利的话，他绝对都是每场都去打嘛。对啊，但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前后心态发生变化。对，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些他变了。就决斗都市时期，说的决斗都市时期他是真热爱，我觉得。他就是太投入了，太执着了。我觉得就是游戏王在他生命里占的太多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决斗王了。真的是太多了。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就第二个不只是游戏王啊，其他的卡牌里面有对一个游戏投入那么大的人。就他当初是借钱去打比赛，没有路费，然后去借，然后有的他又还不上嘛，所以就有很多比较有争议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反正比如说晚上。我记得他，那个知乎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袁心吧，应该是袁心，就还写了一个叫什么决斗者什么记录吧，反正写了这个故事的。就比如说他当时，你别碰东西。他当时打那个决斗都市，然后比如说那个决斗都市是9月份的，然后呢，他就为了备战这个决斗都市，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偷偷溜进宿舍练牌。为什么要去宿舍练牌呢？因为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不用交房租。就每天在宿舍里面练牌，然后就躲避宿管，练2个月。好厉害！但笑归笑哈，但你听完这故事，你不得说一句好厉害吗？是。然后一般什么在广州的时候，在那个50块钱的小单间里面，就这样练。就是一进就我靠，跟那个修行一样，我觉得这真的是跟一般人的境界都。他真的有苦行僧那种。绝对苦行僧，我靠。所以后面他就是因为荷兰的那一次，然后就彻底的退坑不玩了，就不再玩卡牌类了。也不怎么接触了吧，不怎么接触了。后面他那个
在有代理之后，不是办那个白龙赛嘛，还有黑魔岛赛，他还是出来，还是跟我们交流了一下，打了一下，打完后面也就这样了，然后时不时聊聊天就结束了。就他是时不时会研究一下，就是还是很热爱这个游戏的，我觉得。就他看到一些新卡，觉得还是很兴奋，然后想玩一玩，沟通。但我不知道他心态有没有变啊，反正大概是这样，后面就也不怎么出现了。在小景，因为你之前是圈外人嘛，那你也在决斗都市滚了这么久了，然后决斗都市出去了之后，然后你现在再回看，你觉得 TCG 这群人到底是群什么人啊？你的感觉，我看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接触更多 TCG 的人，他们还是偏向于就是我想想哈，就我觉得是分3类，就第一类就可能就有点偏向于有点接近于我这种，是因为原作入坑，然后可能更偏向于什么卡面啊背后的故事呀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纯卡牌收集。还有一种就是热衷于就是比赛，就享受就是 PVP 的这种肾上激素的这种快乐。我的那个能力通过我的名次来证明。还有一种就是 social 型的。然后social型的话，就是我不管我什么这场，我打的名次好我高兴，打的名次差我也还不会说是特别难过，但我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固定的一些朋友或者那样的朋友来陪我一起玩，然后我是在享受和我朋友一起玩的这种过程。然后我当时那个比赛第一次做那个总决赛的时候，我其实印象很深刻一个事，就是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staff 住在一边，然后总决赛的选手我们是给他们报了另一边的那个好像是洞，因为当时那个场地很小，假洞，然后他们移动好像这样，然后就知道很多人。你说在秋水山吗？是吗？秋水山不是第一届总决赛，好像是第一届总决赛在罗湖那边的一个地方，很小。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玩家就是他们可能那一天就是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就几乎通宵的就是练牌啊，练卡组啊，讲卡组啊，聊天啊，这样就很多人就是那种接近通宵的状态上的那个赛场。确实，主要我们之前出去打比赛，就是只要出去打必通宵。然后就下次说下次不要再通宵了，太折磨了。然后下次还通宵，下次又通宵。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可能有的人就是尤其是后2种，他们其实很交织的，就是我爱打比赛，我爱打牌，然后同时我也爱和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打牌，他们状态是交织的。就可能这群人他们都散了的话，我可能打这个牌的乐趣也会下降。然后这是我的一种感受。明白。所以就是我觉得它 TCG 可能强势，还是属于比较偏强社交性的，你觉得吗？是吧？TCG 的逻辑还是强迫你社交嘛。包括那种 I 人，你们有遇到那种特别 I 的牌手，然后又还说干嘛？对，我要讲一个也不叫暴论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能接受，就是 TCG 本身是个 I 人的游戏。因为你不挨的人，你不会来打牌的。一个就是 KTV 蹦迪，圈内挨人很多的。对，因为他挨的点是在什么呢？其实就他跟下象棋是一样，你是可以一句话不说的。就你只是玩这个游戏啊，大家坐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去日本的很多卡店，全部戴个口罩。就让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你坐在一起，他要跟你点头一下，然后就开始切牌，然后开始打。打完之后，你跟他讲再见就再见了，他不会跟你多说任何什么。但是这个也是一种社交，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别人去一直聊侃而谈这那的，就不用张嘴。对，这种反而可能不是 TCG 里面最本质的社交。TCG 的社交是强规则下的社交，就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我们2个都是9年义务教育出来的人，那你一定知道1+1等于2吧？然后所有的规则就是这样。那我这一刀打过去，然后你会不会死扣多少血，你自己算，而不是我说一刀打过去，OK， 你这个爆了，你个400帮你败到坟地，那肯定不是这样。所以TCG 的强社交性是在这里，但它本质是一个 I 人的游戏。那这一群 I 人在很多其他的社交场合，他是很难跟别人去沟通的。这种社交场合可能欧美人会很喜欢，就各种户外的。欧美人的东亚人就差一点，就特别是美国人的电竞是很弱的，有没有发现？
你的脑海里面无论是 Dota、LoL、CS，都很少有美国人打得特别好的，可能就是在他们的骨子里面就认为你在家里玩的这些东西就有点太 nerd 了，你要到外面去接受这个大自然，什么橄榄球、棒球，就那种强竞争，完全的霸凌，受不了了。就这种要强竞争、肉体之间的对抗，然后这种才是对吧？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主要东亚人确实比较哀，而且还比较不喜欢跟别人主动的交流。对，我想起来之前那个刚哥跟我说一个例子，就他去日本玩数码宝贝啊 ，DTCG 嘛，他有一次他遇到就是跟日本人打，然后呢打了呢。然后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个内存条嘛，然后呢，他用内存条，他就把内存条移过去嘛，这是规则啊，这游戏的规则就这样，就是你支付费用就是你的内存条往对面那个移，然后呢，打完一轮之后，对面就说，就打完才说啊，说你之后不要动我的内存条。OK， 就在中国一般都是两个人共用一条，就放中间嘛。啊，对啊，日本人是各用各的。就你不要动我的内存条好，就他们日本人挨的程度比中国人都还要严重很多。对，所以就这种强规则下的这种游戏，就日本人很喜欢。就是你要读很多很多字，你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所以有很多日本人就很喜欢。所以他那边算是 TCG 的就日系 TCG 的发源地。他美系 TCG 不万智牌94年嘛，日系 TCG 可能是以宝可梦。什么高达、游戏王为首的，就是96年到99年出来的这一批的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特别强规则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为i人创造的。然后每次出去打比赛也是，我记得直到最后我们去主办比赛的时候，其实第一天晚上也是有点难按点睡觉的。你可能不是因为你自己单独住一间嘛。那你像我们就是第一天各种玩的，可能要串房啊，对，要串房，一个是交流卡片交易，对吧？然后有网友见面主要是对，就网友面基嘛。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希望住那个地方嘛，比如说希望住球水山，对吧？虽然那个地方也不便宜。但是大家会想住在哪？对，就一拨人，很多个人住进去，4个人住间房，什么那个床垫，4个人少了，这样吗？反正就是大家拼在一起吧，然后去交流很多东西，因为很兴奋，你就是睡不着觉，然后特别是网友见面更是这样。如果你们4个都是一个地方的，经常见面就都还好，但是如果你们是网友见面，那真是说不完的东西。这个就是。反正当时情况就那样。对，游戏王这个圈子的盛会吧。我们那个球水山有个套间，就是两个房间打通，3个床，你觉得能睡多少人？要我往保守的猜还是怎么猜？我猜10个吧。少了。这么炸裂吗？少了。这么能塞吗？首先它只有3个床，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床垫挪下去，一个床就是2个床，对，就6个床。然后呢，它那个地板也是毛茸茸的，你直接可以铺被子的，也可以睡。然后一般套间呢，还有一间是化妆间，单间，也可以睡，都可以，只要你想。哇塞！而且一般我们那个地方就闹到通宵，所以你也没有那么你爱咋咋地了，就是你到了受不了了，就昏过去了，就也不管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打比赛，我们打到好像是去天津有一次比赛，然后呢，当时猴子来我们房间，然后我们准备点外卖嘛，点晚饭，然后猴子说必须要吃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是一个什么一个大锅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忘了。煲仔饭吗？不是，北方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反正一大盆，就这么大鹅什么，这么大一锅，说这个必吃。然后呢，我就点这个，然后他们就打牌嘛，然后呢，等了1个小时，反正到12点了，因为我们打完比赛嘛，到12点，然后那个外卖过来跟我说洒了，怎么办？
我说等了，我再点一份。不是外卖洒了是什么？就是就一点没有了。对，它一桶就这样的一大个，有点像那种麻辣香锅那种，但是很多汤，但全洒了。我说我不信，我再点一个，反正我都等1个小时，我再点1个小时。然后我就再点了第2个，然后过了1个小时，第2个外卖员过来，说你要不下来看看。然后我下去看，又洒了。为什么呢？都1点钟了。我说我他妈就不信了，真他妈吃不到吗？我就再点了一个，然后2点钟，外卖到了，然后那个外卖员说，你要不先下来？是同一个外卖员吗？不是，应该不是。OK， 不是。然后我下去一看，当时我已经就有点迷糊了，大家已经有点迷糊了。我要下去一看，又洒了，我已经有点绝望了。我说要不就这样吃吧。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提回去，上电梯，一敲门，没反应。我没带房卡，你知道吧？我一敲门没反应，睡着了，睡了。然后我手机也没带，然后我下去那个前台没人，哦，我就在那敲了半小时，就当，一直敲。我就在那门口蹲半小时，然后隔壁的探头了，不要敲了，是这样吗？不是，隔壁也是打牌的确实隔壁的先开门，然后是隔壁的开门，然后我进去打他们电话，然后他们就发现睡着了，开门才让我进去的。就为了这口铁锅，然后也没吃上，哎呀，我真哎，你不是最后还是勉强拎上去了吗？没拎吗？拎了。对呀。但是我已经没胃口了，我现在当时就想睡觉，凌晨3点。好像还是冬天。你们是哪个站啊？还记得吗？天津，反正我记得在天津，但是具体是什么比赛我忘了。哇，当时那个真的是绝望，这也是头铁。一定要找机会跟猴子算清楚。是的，我也想说，这猴子跟你有点东西。猴子主要是他第2次的时候，他就走了。他说要不算了，我先去网吧还是怎么样，他就走了。然后我们还剩3个人，3、4个人吧，就在等，他们一边打牌一边等。就我下去打牌，就我下去拿外卖那2分钟，全给你睡就睡着了，打着睡着了。哎，我们一般出去打比赛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当时你应该还是到处跑的吧？就是在弄决斗都市之后，你好像还是到处跑。我也跑啊，我每场要拍那些什么照片啊，要发什么微博啊，我都是。你每场都去吗？应该也不是。基本都去。OK。然后去就是比赛一开，我就先拍完，然后发微博发完，然后发完再去打。然后也是要么进淘汰赛，然后再那个，很复杂。但是我看那个访谈，你不现在也还不是在到处跑吗？没有对，现在也打，都打。还是会出户。对，有一些，但是我现在就不只打游戏王嘛，我更多的卡牌主要当时基本只有游戏王，可能还有万智牌嘛，其他的就卡牌你就听说不了了。就是我说比赛啊，基本上就是自娱自乐，就没什么比赛可以玩。然后呢，万智牌差不多也没啥比赛，也不多。最多的就游戏王。17年以后 GP 没有了嘛，然后就开始一直在跟中国脱钩，就没有了嘛。然后，但我本来也是玩游戏王才开始接触 TCG 的嘛，所以我就一直玩游戏王。然后做决斗都市之后呢，就是一边做一边玩。你会有那种一边玩一边加班的感觉吗？还好，但我所以这人因为你要想，如果不来决斗都市上班，他可能也要去的。对吧？那就更累了呀，你那家都请不了。因为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个点，就是我反而在入职了之后，我很难在就工作结束之后还要了解游戏王，就会让我感觉虽然我在了解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快乐，但是又让我淡淡觉得我在加班。然后会让我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行业它的基底还是要热爱，所以你最后就没留下来。对啊，你看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还留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的模式跟你不一样，就你的模式是有一个工作模式跟一个生活模式，然后工作模式可能到一定的指标了，你就要切成生活模式，不然你可能就超载了。我没有这个模式，
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这是天生打工人，而且哎呦我靠，别也不是啊，你去其他行业你就不会这样去想，但你是天生适合吃这个行业饭的人，反正我不会有这个感觉，就我的模式比较统一，我没有这个感受。我之前还跟其他同事讨论，我说因为他们刚开年嘛，说哎呀要上班的好痛苦啊，我说我都没这个觉得，我觉得因为我放假也在打牌。然后我上班了也在了解打牌的事儿，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没啥大的区别。而且你想啊，其实觉得都是忙的时候都在周末。对啊。其实反倒是最轻松，可能是周二、周三。哎呀，轻松个屁呀！我靠。最轻松啊，因为你周末你盯直播，其实很麻烦的。你周末盯直播，现场有事情要处理嘛，无论是小程序 bug 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场出了什么事情，你要跟店家沟通。当时没觉得啥。然后。要去盯解说，因为其他行业周末是最轻松的。周末就是放假。我们基本周末就没有周末。对，基本上如果那个比赛是2天，那就占满了。那有的时候会出现，你比如说最忙的时候11、5·1，11 3场，5·1是11都是3场。我就想到了，我那时候第一次产生退堂鼓，就是因为11我不仅要忙决斗都市，然后还要忙漫展的那个摊位的，就是那个 CICF 我们关摊嘛。连7天我全都在连轴转，终于到第9天我调休请假，然后我就急性肠胃炎倒了，又在医院挂水挂了3天。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打了退堂鼓，就是觉得就是这个病痛让我有一点点的感受到了那个忙碌，这个忙碌就是和我的身体开始就是身体健康有反应了。对，我当时也是那个国庆，我还记得最后一天，那个乐透天下的那一场，我打比赛嘛，我打到32强，输了，然后呢我就回去了，然后一边回一边加班嘛，我回到家，把那个地拖完了，然后整个收拾完了，凌晨2点，怎么还在打？我靠！有完没有完？那时候你没有做导播吗？因为如果我一般做导播的时候，没有，那时候有锤哥做导播，因为我去打比赛，我去打比赛嘛，然后他们就做导播，然后我做其他的事儿，就大家也没说啥，我觉得，反正也在解说也都在，凌晨2点，我就在那望，就在那打，然后我还记得那场是，肥羊打一个弟弟。反正对面是谁我忘了，然后当时乐通弄的嘛，他的直播还是有他自己不是有个直播设备嘛，然后还有对人像的那个镜头，然后最后打完以后就肥羊好像是肥羊输了，然后呢镜头里面就是那个他女朋友就抱上来安慰他，然后呢一堆人就围在肥羊旁边，然后这边弟弟就是一个人在那收牌。因为在乐通天下嘛，肥羊也是广州人，基本在场的都是广州的了。然后他那个人是潮汕的，应该，然后就默默收牌，准备回家。然后我就赶紧发战报，然后发完睡觉。对，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只有热爱了，你才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当时没觉得，但我说实话的，回头想过来，确实有点夸张的。对，不，当时主要是要做的工作有点种类太多了。就什么都要做一点，对，就什么都。就我想，我当时我还是一个除了跑外卖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工作的实习生吧。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还没毕业就来了一个实习生，然后进来之后呢，发微博、发公众号，然后呢，图都要自己做。就我当时呢，我之前我连 AI 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AI， 就是他后面他不做那个 logo， 不是他啥都不做了。对呀，他什么都不做。对呀，不是之前你在的时候，你不是还丢给我一个模板吗？我这个是模板都没有。模板呢？因为他每年要改，然后他就给我第一个 logo，然后让我自己改。是啊，第一个 logo 都给了，剩下的不就是批量生产？哎呦我的妈呀！我们现在是可以进入互相吐槽的要学 AI， 然后从做的还要求还比较复杂，奖杯要每次自己做，对，然后易拉宝要每次自己做，然后要改图，然后呢PS 要做，然后有一些图要从 PS 里面做到 AI 里面做到 PS，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素材，然后每一场都要换，因为当时比赛还是比较个性化的，每个店家出的奖品都不一样，然后你每个图都要重新做，然后呢赛后的战报发的是 ID， 用 ID 做的，
还不是 AI 不是 PS， 还要用 ID。就我的那个电脑里面，我操，一个4000块钱的破笔记本要下杀。然后我们在干那种设计师的活，然后又干文案的活，然后同时还在干运营，最后还要保证落地，还保证导播。不是，有时候那个当时是我们还要出内容，还要写文章。那我比这个还是你们要强。本来要约稿嘛，然后好人说那个约稿太少了，我还得自己写，我还要自己产出。哎呀，我靠！我说我自己投稿，我还有点稿费，现在他妈的工作的一部分稿费都没有。对呀，就是你如果投稿，后面事后还要给你结算一点什么的，你后面给他结算点什么了吗？好像也有吧？没有，有个屁呀！没有啊！说到结算，我就又想到那个卡套。因为那一段时间的那个所有的奖品清点和那个发给完对我自己还要做就是我们的这搞还要发货，对发货，对发货也是。然后发货的时候就是那么我们作为 staff 都是会，就是我们会默认自己也是有一份的嘛，但是后面就是忙到后面完全忘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我带来的卡套里面少了一个 Blue Angel， 就是而且就是我那种离职，后来我还搬家了之后。清点才发现我没有 Blue Angel 这个事情，我记到了现在，就是那种我只要翻起我的卡套，我就会想起这个事情。咸鱼点套。然后当时我觉得卡套制作也要跟进，有一次还做错了，然后要重新改。然后还有一次是就这个灰牛腻的卡套，它是巡回赛发15张装，然后那个工厂做成50张了要拆。然后我在那个办公室就是每次巡回赛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也在啊？怎么这个 bug 我也遇到了？你应该不在。不在，你不在，当时你不在。反正我每次15张是很后面了啊。你当时不在，那个时候是发电赛的那个奖励。电赛是这个水木。然后是灰牛腻做错了，就是要拆出来，然后每次巡回赛拿一个那个包装袋15张，然后呢一场比赛给它备满。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干的，就是他给我们装错了，然后就打着电话逼着他们工作人员过来给我们亲自重新装。我自己装的。所以我就说这一集我看过。然后呢，然后后面不是用那个小程序嘛，要审核比赛也是我审，然后经常有那个店家什么星期五晚上2点钟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明天比赛我忘审了，现在是通过，赶紧给我通过一下。经常基本每周都有。每周就是那个周五晚12点开始就是高峰，就10几20个店家就开始，他说你赶紧给我通过一下比赛，然后还要做什么？还要做那个裁判管理，也要做。然后呢，有些裁判心情不好啊，什么还要协调一下，当知心哥哥是吧？还要那个解说管理，然后几个是不是现在已经全部练出来了？虽然全部练出来，但是如果你让我再回去重新再干一下，我其实干对呀。但是就是这有人累吗？你练出来了之后，你再回顾当时那个日子，其实还有点累的，有点苦的。就是你不会再想再这么干第二遍了。那之前有一个店家不是来我们这边应聘嘛，就可能去年，然后他不是说他也很想做一些比赛的一些事情。然后就大概给他讲了一下决斗都市，他是知道的啊，一个很熟悉的，我就不说是谁了。然后，我就说当时我们的预算就是10万块，我们应该做到最后一年19年也是10万块，然后记得还赚了，好像 CNC 还赚了，CNC 赚，对对。然后他说什么就10万块，当初以为你们预算有多少。他说这比赛怎么做啊？我说如果这个比赛你觉得做不了，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还不够喜欢游戏王，其实本质就是这样。其实本质还是靠你说当时用爱发电。最早的时候，我一个人做的时候，就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弄，什么约稿这些都一个人做，完全没有方法论，就自己摸索，然后就加班到2、3点，在家里面弄，也觉得很快乐。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是能够影响到后来的中国游戏王的，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就是先 PUA 自己，再 PUA 我们。对呀，因为我觉得我能做，我觉得你们应该也能做啊。不一样，位置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状态，就你在创作一些东西，你当然很嗨。但我们两个更多是处于一种模式的执行者的状态。执行的话，其实也没有，我做的时候他都不管了。对啊，其实我接手他也不管了。创造的东西啊，就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吗？天天打游戏，就每天上班就是那个怪物猎人。然后看 NGA， 反正就是对，那些怪物猎人。对啊，你那个时候不是我那个电脑带得动怪物猎人吗？
不是你上班带不动，然后就看 NGA 嘛，看攻略嘛。NGA 对呀、吗 ？NGA 怪物猎人。那我在的那个版本，他在看 P5啊，有吗 ？NGA 还有那个，怪物猎人。还有那个，这当时在玩什么？当时在玩那个叫啥？云顶之弈。当时在玩云顶。哎呦我操！我怎么啥记不得？云顶之弈，我觉得我就玩了一点点。对啊，第一个赛季嘛，刚出当时。对，我一般就是第一个赛季玩一玩，后面就前2个赛季都玩。百文牌啊，这些也是。对啊，哎呀，我靠了，反正游戏肯定是多的，工作嘛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大概就这样。就你现在那个我还说那个，那当时我还同时还在负责那个武士道的一个周赛和那些七七八八的那个国赛，后面是你在接还是其他人在接？后面我在做，后面我走了之后就都是他。爽死了哈！当年的御三家，你至少干了2个。御三家，当时有一种我记得好像有个说法吧，就是万智游戏王武士道是当年的卡牌御三家。算是吧。那个时候宝可梦在中国确实太弱势了。主要是宝可梦还没进来嘛。对。当时应该是繁中刚发，我记得。19年年底了。对对。已经是19年年底，而且没有简中嘛。那个时候到最后的时期，我们在搞那个繁中版本。大陆地区的比赛的规划嘛，我记得是，但是后面没有落地，也是蛮遗憾。就是再到我现在回想10年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决斗都市就是一切的开始。如果当时没有去做这个东西，现在我可能不在这个行业，应该是这样。就当时你说我做决斗都市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挣扎了蛮久的，不是说做之前啊，就做之后。还是有很多那些吐槽啊，那些，反正搞得心情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反正隔三差五的出去找工作，当时我还面了鹰角，还面了米哈游，都面了。有的可能都已经股东都已经见完了，都已经3面4面了，但最后也没去成嘛，对吧？可能是因为能力不够，或者是怎么样，也有想过放弃，但实际上最后也是完整的撑下来，直到对吧？到时候。2020年官方来了之后再走的，所以，这回想确实是这样，就有很多，包括进入这个圈子，因为在决斗都市之前，我跟这个圈子的链接其实也蛮多，我大概是从05年开始，就是跟外省的人有这些系统性的交流嘛，无论是论坛、战队，还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群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交流，也去打过一些国赛，08年对吧 DJL， 然后但是连接没有那么深，就是那个时候是只作为一个爱好者。当时呢，我还记得我也吐槽过 CNC， 有一些东西我也吐槽过。当时好像是老温还是谁给我讲的是，你进来做你就懂了，大概就都很不容易嘛，就能把这个比赛搞出来已经很不错了。那后面我真的自己做的时候，觉得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它就做不好，就你要用心的去做这个事情，它一定还是做得好的嘛。就你就只要把标准往上提，对吧？我觉得当时其实也没有说，就当时可能觉得也没有，还是有很多瑕疵的。那肯定是的呀。但是你对比之前的那个进步，已经不是1点2点了。就慢慢做呗。哇，这太费劲了。我就觉得还是这种。太费劲了。是，但是你还是发现那种行业的。不是一般来说，就当时我们那个工作啊，就都不是一个部门的那个几个部门的公司级联合去做，我靠，我们一个人包圆了。主要我们整个，主要当时好人不知道在干嘛，确实，当时除了好人，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是。就我肯定是在做事的。是他每一次说，当我也没看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就说我也还是在做事。实际上是在看游戏论坛，是吧？然后整个就我一个人做，也真的是没有多的人。然后我一个人拿个实习生的工资。哎呦我靠！然后他有没有给你画过笔？没有吧？没有吧？就现在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工资都还可以了。就是它规范化了之后，或者说它细分了之后，我觉得主要行业的这个规模起来了嘛。但有时候我觉得未必是个好事情。我不是说它工资高不是好事情，就是它的细分得这么拆了之后，其实具体是怎么样的？包括现在我不是也在弄集换社嘛，就公司的人多了之后，第一个你难管理，
它并不是说同样的，比如说100万招多少个人，效率会变低。你招的人越多，你的管理成本就越高，你就要招懂管理的人来管他们，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它反而就是到最后还是复合型的人才比较吃香。比如说就一个人这个比赛就能做完，他底下是可以找一些供应商或者怎么样，但这公司就这一个人做比赛。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宣发是另外的人，公司的另外的一个部门。我只是举一个最泛的一个例子，而不是我负责比赛的可能有3个人，你弄电赛，你弄什么巡回赛，你弄什么特别赛、总决赛，那它其实就会变得很麻烦。首先你思想不统一，第二个是你的资源调配你很难拉齐，你可能会抢。我觉得同样类型的还好，主要是跨部门就比较难了。比如说我之前不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比赛，我们每一场我们要自己设计奖杯，然后要做奖杯，那这里首先你要给设计部提需求，然后他做好以后，你要给采购部去采购，那这个流程就比你自己做可能要，然后采购还要去比价，还要去对你要多比价，然后然后还要进行一些就是什么一定要开成什么的，那就反正就是各种一些东西。然后明明你觉得这个生产商做的很好，那个采购就是过不了，他给你安排一个很垃圾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你要跨政治吧，也不是政治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跨部门协作了，然后呢。你也不是他的领导，对吧？就是他的 KPI 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不是他的 KPI 不管虚不虚，我也不能说他虚，因为人家工作也做得很好嘛。他的那个虚是对于你而言，主要是他的 KPI 跟你没关系，就是你的东西跟他没什么关系。对，他做的没关系。在他眼里他在帮你。在这种逻辑下，其实就很复杂。我觉得也不是复杂，这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样话你才能流水线的做更多的事儿。但是呢，对于单一事件，它肯定效率上会有一些影响。我的考量其实是在这个比赛的整体的完整度上。就如果决斗都是当初不是我一个人做，比如说一进去就是我们3个人，然后我们3个人开始分工，它可能完整性就没那么好。我之前是用一个什么来举例？比如说我们 CH 的那个场刊，我自己是编辑，然后自己是美术，自己是印刷，我还要保证它最后成品的效果，对吧？相当于从文到图全部都是我自己去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对它的最终的完成的成品是有一个概念的，就是你的文很多时候是在为图去做让步，你是心里面是很清晰的，就我这地方必须要有一张图，这个图得是什么样，然后这图也是我自己做，然后我的文写不下了，可能抄了1行，我就知道该删哪些字。但是你要想，如果这个东西变成2个人，他们2个可能就会争执。一个争执是你要去还原我文字，我根本就不管你图片什么，反正你要还原。然后图片说这个地方就是放图片的效果好，这种扯皮，你比如说在现在的美术和前端也会扯。然后美术说OK， 我做了一个效果很好的美术，前端说我实现你的这个特效我需要1个星期时间，然后没有这么长时间，然后美术说你能力不够。那前端说我就做不出来，这种一般就领导来协调嘛，就各种就是要协调，所以你看现在变成了一种协调成本激增的那种状态。你领导要进来就变成一个三个人的事情了，对不对？你就要开会，是两边领导，对，各种各样的，至少3个嘛。就比如说你一个人管他们2个，所以当时决斗都是一个人做出来，它完整度是很高的，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个比赛落下去之后，它的物料该是怎么样的。我的宣传，我甚至微博9宫格应该是怎么样，我其实很清晰，因为这些东西全是自己做的。我觉得是因为你当时体量小，你一个人做得过来啊。对。现在主要是很多事儿你一个人做不过来了。现在一个是他要求的精度上升了，就是我的美术的精度肯定要随之上升，那你就必须找特别专业的人来做，你就可能他的复合型人才就不够满足你的这种很专业的这个需求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做很多事儿都是打杂的，就打杂起来的呢。起码对这些事儿我自己现在会有个概念。反正现在就做这些事儿肯定坑不到我。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肯定是坑不到我。就是你骗不了我。比如说你一个设计，你跟我说你做个这样的图，你要做1周。对啊。那我直接搂你电脑。你起来。还让我。你起来。我这个就是你没办法骗我。就是我们那大家都有数嘛，但是我也不是说完全都我来做嘛，那我对大家就整个的进度把控啊，我会更有个概念。
其实比如这个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你比如说做领导，你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审核。就是底下的人他可能不是主观故意的要骗你，他可能就是能力不够，但是你要识别得出来他是因为能力不够，该换人就换人，对吧？该提升他的能力就提升他，而不是说这个事情你说是这个那就是这个了，我看你也蛮诚恳的，那肯定就是这个。所以决斗都市那个时期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他所有比赛的东西其实都跑过了，现在就是在上面往叠乘法，无论是人数还是你的直转播还是你的宣发，其实是叠乘法。你说它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我觉得比赛也没有什么特别创新，因为它本身就是实体行业，它也不是电竞，对吧？它也玩不出那种线上很花的东西。对，然后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是他就这个工作给我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叫什么进步，或者一个新的位置的视角吧，新的视角可以这么说，新的视角就是因为以前的话，我们不管是参加什么漫展也好，怎样也好，我们其实是一个参与者的心态去看待，然后当然就是你就很能理解玩家就是有一点不顺心或者怎样那样，他就会喷你，会去骂，就会觉得这东西你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但当你真的到了一个执行的这个位置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一些比如像什么赛制什么等等的更新，它其实是前置的，就是在这个比赛我们设计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花样，要怎么样的更新，它就已经是在前面已经完成了。然后真到了比赛的那一天，我只会做一件事情，求求不要出现什么大漏子。是的，就是那种求求这个比赛一定要好好的完成下去，不要出什么大漏子。好，只要它完成下去，那我这个工作就已经完。不，主要是一般出了漏子都跟你的规划没啥关系啊。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是，但是一旦真的出了漏子，你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是直接负责这个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能在赛前赛后做的事情，一定不要在赛中做。是的，是的，是的，就尽可能的减少了这个出问题的概率。因为赛中会有你想不到啊，对，永远也想不到的岔子出来。赛中你就只能说流程越简单越好，然后你的预案多搞1-2个，对吧？A 出问题了就切 B，B 出问题切 C， 对，但这只能这样了。就流程越简单越好，这个就一直是我吃到现在的一个点。但是一般就是都没啥用，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啊，基本都不在预案里。我没见过什么在预案里。因为预案真的会一直在更新。深圳大师赛，深圳大赛咋了？没桌子。啊？什么？什么？那个还好，还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回头看已经。桌子为什么会没有桌子？我们办比赛办着，行架倒了。行架倒了。对啊，那你看怎么办？供应商对吧？有没有砸到人？什么？还有反正各种问题吧。比如说你突然你之前测试的好好的那个网络，当天突然就不好用了。这个就其实你都没法说。对，网络这个真的还蛮。你怎么就备案？你备案个 WiFi 蛋，也就那个样，对吧？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就只能滑跪喽，那你能怎么办？不是啊，那打开手机开热点呗，那能怎么办？你选择不多呀。没有。然后隔壁突然办了个其他的展会，什么老奶奶老爷爷是什么婚礼的？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有遇到过婚礼的婚博会那种突然就进来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我同龄人在那结婚，我在这里打牌。反正就各种。还有一次，我觉得办比赛那个会场旁边就是我们那个场。旁边那个场，是一个传销公司在那传销，而且那个音响贼大声，就是我们那个说话都听不见，就一直在那说，我们打牌都打笑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就这种。然后你就自己去协调嘛，你找酒店的人说，能不能小声一点啊？怎么样？反正基本都是这种事儿。你做预案，我觉得都。很难去做，所以那种做线下的活动还是蛮有意思的，是吧？永远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新困难在等着你。对，所以我后面都不做预案了。反正我们流程就是按我们这个，如果能走完，那就万事大吉哈。对，然后有什么事儿，反正就处理事儿嘛。就一般来说，我们比赛中，我做比赛那个人是不忙的，他就等着做各种预案就好了，就等着擦屁股补位。对，一般是不忙的。比如说，有谁奶茶倒了。然后掀桌了，打人了，然后就像好人那样，就总决赛就背着个手在那窜来窜去的做布朗运动。差不多，这是很复杂的。其实
但不忙是最好的，最好是确实不忙才是最好的消息。你忙起来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了。然后我记得我们最后一届 CNC，大晚上的好像10点11点吧，然后我都准备睡了，我好像在房间里面跟朋友聊天，好像突然打个电话给我，说有一个什么比赛包忘了。什么比赛包忘了？啊，可能是就入场那个吧，不是入场那个包，那个银包。说忘了。那忘了，那能怎么办？我靠！连夜开车回去拿了。对啊，打车。然后打车回去，我自己回去拿，因为在公司里面你还要去找出来。然后我们是好像前几天我记得还让我们那个同事就是有一些卡套还要背过来。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那个银包算是不那么合规的途径，应该是剩下来的。然后我们还要凑，就是那个当季的银包没有了，然后还要凑去年的、前年的。然后呢，他说一人发2包嘛，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啊，你比如说你拿的是16年的，然后隔壁拿个13年的，那是不是对他不太好？我们还要混一下，就是一人就是1包16的，1包13。哇，反正都是一些非常细碎的事儿。然后我们那年还有好多，就是我们时不时要搞一些小创新，感觉就是纯粹加工作量的那种。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比如我觉得最后那一年是加了一个你在现场出 coser 就给你免报名费。这样吗？不是，好人就说一句话，然后我一看，我说首先我们要做这个公告，我们是不是要说明什么叫 coser？然后如果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规则，比如说你不能出一些什么违背什么道德的，然后你不能太暴露啊，然后你这个 coser 要出到什么时候，我要在什么时候核验你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然后我要怎么退你钱，然后我这个账要怎么记老板还好，黑心老板最后都解决。那肯定啊，跟你哎呀我操！然后呢，就还要写很多免责公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这些 coser，我们要把它拍照，然后要上传，但是呢，这个你要认同这个事儿啊，反正就写搞一堆，起源就一句话，就这种，就好多，当时好像好多小点子，完了最后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奖品，我们想分梯队，就是第一梯队是一个套装吧。就是那个套装嘛，反正我记得64是有一个，不是是入场就不一样啊，对，入场就是根据你的钱不一样。对，你有一个名额是你有个套装，就是卡店加卡套，然后有个名额是只有卡店只有卡套，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对，我靠，他就是搞了个这个，然后呢，那淘宝链接要我们自己捅啊，然后自己我们要就是搞那个淘宝链接，就每个人你怎么报名的，然后你要记，然后呢报名的时候你还要给他发对应的奖品。你要准备各种物料，然后要登记，我淘宝开店的经验也是他下了命令，然后我执行直出来的。现在应该都全部统一到小程序里了。如果小程序能收费，肯定最好嘛。对，无论是哪一个官方，应该都是直接统一。当时都是淘宝，然后还要淘宝还要当售后嘛，还要当客服。哎呀，我操，老麻烦了。对啊。然后最后还要自己记账，还要做，哎呦我靠。那时候就是。还要自己就是你又当会计，然后又当销售，然后又当客服，然后那个淘宝你要管 QQ 的你也要看。对，有些因为他淘宝派了他会 QQ 找你。对。很多的，很麻烦。然后有些人比如说他说他虽然他买了几个，然后然后买几个，然后他我帮朋友买，然后我那个朋友不来了，我要换一个，后面你还要拉表。肯定要拉表啊，人家核销的呀。后面真的就是那种光核销都核得我头都大了。而且最后那场人特别多嘛，700多个人，然后还有现场还有报名的，然后还有一些人收现金的，然后我们最后一届还用了微信小程序嘛，有些人没有微信的，是应该是那么台湾人吧，还是现场都有那个现场报名嘛，就是微信给他创一个虚拟的那个，对，然后让他去看那个配对表。然后我们之前还搞了，反正就是每一个小的一些 idea，它落实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还之前搞了一个，就 CNC 前做那个轮空赛，就做一些 Q 嘛，做一些预选，妈加轮空，哇，巨复杂。哎我操！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淘宝通过一个，
就淘宝验收货一个呢，在小程序上要过一个，就700多人名单，就每次收叮咚那个牵牛叮咚，然后我就去赶紧。对，是的，就那时候我就活的就跟那种淘宝客服一样。不是，就是淘宝客服。我们就是淘宝客服。然后叮咚完，然后你要马上去那个程序里面，你要点通过，不然你会忘。因为你那个表可能对不上嘛，对不上，现场又跟你吵架，我靠，那就然后那个表你就是那种你电脑后台就会有800个800个版本的同一个表。你会是这样吗？不会啊，我就一个表。你就一个表吗？因为一个表，只是它有很多 sheet 嘛。对啊，我会把它存档，不停的存档，然后就存到后面就有800个，最后当然最后肯定只留最终版嘛。但你一拉前面就，哇，真的是苦不堪言的那段日子，难受。而且就是人家客服可能他就是那种比较正规的淘宝客服，人家是有下班时间点的，但我们可能是因为本来就在这行业，那什么下班时间，只要你醒着，他一响，然后你就得回。对啊，主要是玩家一般，就是玩家半夜的那个作息，那个半夜12点是高峰期。是的。然后下班。反正在地铁上就开始回消息，然后搞各种，是，哎呦然后我觉得就是虽然这种有个现象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好现象，放宏观来说是好现象，但其实你作为一个执行人的话，你会觉得很痛苦，那就是每年都有新人在问同样的问题，你的 QA 对，然后他 QA 还对 QA 对那个 QA 还不停的更新完了，其实人家不看。或者说他看了他没不是他也会问，他会问你是不是怎么样？因为就是导致你每年想要一个安心嘛。是的，就是他觉得你写的这个好像他看了他还要再问，他看了他不放心他自己的理解，他一定要会问你。当时然后你也不能怎么样，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种自己在做一个每年都在做重复工作的那种。那我无力感，你没有，那我其实是有，我只能微笑着面对他。我就是我在强行微笑着面对他，因为你的这种情绪是不能让对方知道的嘛，也不能让对方看出来的。但其实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无力，就是那我做这么多的 QA， 还真的没有什么作用。那不会，我这么想，就是可能你不发的话，会有更多人找你，因为你没办法验证这个事儿。那你们这么想就好了嘛。所以这天生就是该吃的卡牌。哎呦我操，该吃苦吗？那从绝恶都市走了之后啊，你们又在从事什么样的？就可能现在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吧，就小景说吧。不说了吗？因为我还在业内嘛，我还在做。他业内，但我还在保密期是吧？然后完全不说。也不算保密，就是做卡牌嘛。都做嘛。负责啥呀？都做吧，后面做50道，然后做反正都做。没有，他可能主要是问你的那个内容，就是不指定卡牌名称，但是想知道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做什么哪一块的。可以不说品牌嘛？现在负责一个项目。没了一句话。我赞助呢，就我赞助位呢。没了，这一期因为不说所以没了。OK， 那小景呢？然后我的话之后就是主要就是去那种纯3次元公司嘛，就大家都懂的，就那种跟2次元就几乎不沾边了，文化类也不怎么沾边。不是你说的这话，什么叫一个去3次元公司？开始抠头。什么？跟你们这些2次元讲不清楚。从2次元中来，从2次元中去。就你的理解是去一个，就是你之前不在3次元。没有了，哎呀，你抠这种字眼就没意思啦。OK。就是我岗位的话，其实还是在做品牌类嘛，就包括一些那种现在就属于你说品牌，但其实已经在跟市场营销融合的差不多了。你市场公关品牌基本上已经算一个大的部门了嘛，所以你干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些。然后我完全做的那个行业呢，就是完完全全那种就是这叫什么实体类制造业？也不能叫制造业吧，反正就是那个就是跟你2次元没有半点关系的公司。然后因为这个点，就是我后面就发现我这人属于铁白就讲过，不是铁白就讲过，我有个点，就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一定要分得很开，所以我把那个就是动画游戏啊这些东西当成了我爱好的一部分，我生活一部分，那我的工作就一定不要沾这一块的边。然后这就我后来为什么完全转了行业的一个原因。然后所以就现在我的生活也很快乐，然后我工作嘛，反正就赚钱嘛，赚钱就不带太大的那种情绪，赚钱就快乐啊，对，给钱了我就快乐，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我主要是可能
可能因为决斗都市这个事情嘛，所以一直都是在这个工作生活密不可分的这个状态，一直到现在。当然现在我也蛮能理解，就是小景这一类的职业者、打工人或者怎么样，他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也看得比较开了，就是工作时间是可以只聊工作，工作时间以外的时候，其实你事情做完了，那就做完了。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非要把它混得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来当你那个手下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有看得很开这个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是吗？他工作时间不都在游戏吗？就是因为他工作时间都在游戏，所以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把我两个状态分这么开。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完全混在一起的，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有热情，那么我找来的人也应该对这个东西有热情，不然他怎么工作得下去呢？对吧？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没有热情，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负担。这句话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也还是成立的。这个在应该共通吧，都成立。我觉得是共通。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我当时入职的也是有热情，但是我的热情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热情是要分阶段的，就是它不能永远的把我的生活就我的24小时占满。如果占满的话，它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对。就可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质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会转行的一个原因嘛。说到这个的话，我其实还想聊一个别的，就是其实我们就聊了拆店师傅，但我其实有点好奇，因为我简单的看了一下最近的一些选手嘛，我已经几乎不认识了。然后我就好奇我们当年就比较风云的那些选手，现在还有哪些？你说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想不起来了。他不知道，他只想问嘛。你说之前风云的，你说可以说嘛？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但是我想说，就当年你还有点印象的选手，但是同时还在这种就是也是在卡牌行业的，还很多。在决斗都市时期崭露头角的，就是决斗都市之前崭露头角，我们就不聊了。也有决斗都市时期崭露头角的，我知道现在还活跃的。那比如说像李科，比如像少侠、猴子，这3个是我叫得出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店家也有。那个时候 Mr. R 什么的，这些身份很混同的。有杭州排克蒙嘛？不是杭州，那个扬州排克蒙。其他的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很多很多，TK 现在不也在吗？TK 是解说。TK 一直在解说嘛。对，一直在解说。然后锤哥不是还退2线了，搞新店吧？应该。对，他店开了个开卡店。开了个很。如果真说日后谈的时候，我想一想啊，就都市时期，可能苦瓜在卡游，对吧？在做裁判相关的东西。然后苦瓜转回卡牌业了。这也叫转行啊？不是，就在这个行业内吗？是吗？因为我记得他当时是就是在给决斗当裁判的时候，他有一个本职行业是做他比较混合态，对，他又开卡店还是什么。然后想想还有谁呀？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那这讲的有点太多。对，挺多人的，主要是就你印象里有哪些？就是你现在对你让我提名，我已经不知道提谁，对，但是你们一说，我就也想得起这个人。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些总决赛，然后呢，我记得你发了个微博，然后说，你默默的就是希望那个最帅的人拿冠军，然后大家还在群里猜，到底谁是最帅的人？那什么时候发的？我忘了哪届总决赛了。拿我手机过来，我搜一下。这排圈还在猜，到底谁是小景心目中最帅的人？应该不可能，我应该没有用。说不定就是个钩子随便发的。有吗？有，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我觉得应该没有说过，就是我可能提过什么选手，但我应该不会说类似的意思，类似啊。你这讲的我就很惶恐，我应该还不至于说是那种对着选手们垂涎3尺的那种状态。但不知道是谁，我应该还是蛮职业的。不重要了，不重要。反正是江湖中的一个未解之谜。我不是说问你，所以你看，不早几年问嘛，你也许早几年问我还记得这个事儿。你现在你说，我都在觉得你们是在造我的谣。你自己翻你微博去，我靠。总之呢，今天我觉得也聊了很多了，对吧？然后这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给从业人员看的嘛，之前其实有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并不知道这些比赛的这些架构，以及
还有一些可能行业外的人，他并不知道就是这种比赛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弄。我们今天七七八八的零散的堆了一些东西出来，主要可能是抱怨比较多，或者说是诉苦的比较多，但是也是这个行业前面的一些摸索的经验吧，然后也是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了大家，也希望民间的比赛能够越来越多。虽然现在的官方是比较强势的嘛，那比赛也越来越卷，可能民间做比赛的这个动机和条件也越来越难了，但是民间的比赛我觉得也是不可或缺的，至少我们那个时候努力过嘛，对吧？那希望后面可能有比觉得都是更厉害的组织出来去卷一些比赛，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吧，对吧？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拜拜。好，拜拜。